不管你要他做翻译，还是说苏格拉底风格回答问题，还是扮演莎士比亚海盗帮你分析财务报表，一次只要选择多个内容，然后他就陆续执行，就全部就这样跑出来了。对，看这样是不是很棒啊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大家身边都有的某个 Kevin。这次影片一样是让 GPT-4 帮我改代码，保定批量调用 GPT API， 然后需要用的时候才执行调用 API， 以及可以在储存格上选择要 GPT 扮演的角色和工作目标，3个愿望一次满足。影片非常短，因为 GPT-4 实在太强大，所以整个过程很迅速、干净利落。延续前2次影片。一样是用 Google Apps Script， 大家不用害怕，只要在 Google 试算表扩充功能的 Apps Script 这边把代码复制上就可以了。如果想直接复制代码，我会放在说明栏，欢迎大家使用，但要记得输入自己的 API 金钥。那有兴趣的可以继续看看我这次是怎么样用 GPT-4 帮我改善这个我想要达成的 Google Sheet 试算表功能，调用 ChatGPT API。那首先上次影片用设定函数的方式已经可以批量调用 API， 但还是有缺点，就是我不知道 Google 的表单规则是什么，好像只要重新读页面的时候就会重新调用一次 API， 那超过适用金额的话 API 就会要扣钱嘛，所以反复调用已经生成过的内容的话很浪费，所以我想要把它改成我需要调用的 API 的时候才执行调用。那需要调用才执行的这个做法，其实上次的印度大佬的影片其实就可以，它是用在 Google 表单新增选单，然后选择储存格之后，储存格里面是要问的问题，只有你选择选单的选项，它才会去执行调用 API。不过那时候它那个代码，它一次只能执行一个储存格，而且它的写法要把他想要的功能都写在选单里面。但是自从上次有 GPT-4 惊人的成果，所以我想说我直接让 GPT-4 帮我改印度大佬代码。那首先我先让 GPT-4 注解印度大佬代码，大致上了解它的逻辑，确认它就是在工作表的最下方插入生成 API 的文字。然后我再问 GPT， 如果我想在选中的储存格右方插入 API 的生成文字，那代码要怎么修改？那它很快改了一个版本给我。这次执行通过了，只不过我尝试一次选择多个储存格执行。那执行后，它确实会在储存格右方生成文字，但是也确认它代码一次就是只能执行一个储存格，那会执行的是最上面的储存格。那接着我就要求代码进行以下修改：一就是我要同时选择多个储存格，然后在那些储存格的右方各自生成文字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要把GPT 扮演的角色，这边指的是里面的 system， 就是内容要去参照选取这个储存格往左移2格的储存格内容。那第3个就是我要求目标这一段做的事情，内容要去参照储存格往左移1格的内容。那这边一开始没有成功，我跟他反映说他的代码还是只有执行最上面的储存格，但他很快就改一个新的版本给我。那这次就执行通过了，选择多个储存格，然后再执行。那全部要求 GPT 执行的任务就全部会陆续跑出来。那从我开始改到结束其实只有10几分钟吧，就是非常强大。那反而我是后面比较花时间，是我自己在那边设计了一下 Google 试算表内容。那我就是把左边做成下拉式选单，这边就是可以选说我要 GPT 扮演的角色，然后要求的目标这边也可以设计成下拉式选单，比方说我想要让它翻译。那如果要空着也可以，如果空着的话，那就是在内容的地方填入你想要的问的问题，或者是想要做的要求，这样。那之后不管你要它做翻译，还是说苏格拉底风格回答问题，还是扮演莎士比亚海盗帮你分析财务报表，一次只要选择多个内容，然后它就陆续执行，就全部就这样跑出来了。对，看这样是不是很棒啊？
那就是搞定了批量调用 ChatGPT API， 需要用的时候才执行调用 API， 以及可以执行选择储存壳上面要扮演的角色跟工作目标，非常的快速。不过我之前已经被 GPT-4 吓过，所以现在那么快速解决问题已经不会再吓到我了。详细的代码我会放在说明栏，欢迎大家使用，但就要记得输入自己的 API 请要。另外就是下拉式选单 Excel 的 Google 示范表中，是可以做成，比方说你选 A 栏选圈圈圈选项，然后 B 栏的下拉式选单可以出现跟圈圈圈有关的选项。然后如果你选的是叉叉叉选项，那 B 栏的下拉式选单就可以出现跟你指定的跟叉叉叉相关的选项，这个叫多层次选单。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这部影片，那连结我会放在说明栏，我这边就不多做说明了。最后对 ChatGPT API 可以做什么，或者是如何使用 API 有疑问的话，可以看我之前的这部影片。那如果对 GPT 有多强大，也可以看我之前的这部影片。那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，可以让大家知道，现在只要讲人话就可以写程式，以及世界正在改变，会取代你工作的不是 AI， 而是比你会用 AI 的人。OK， 那以上就是这个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欢迎按赞支持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对这部影片有什么看法或问题。拜拜。